大家好，大家好，扎力先生好。何老板好。你老是叫何老板，叫和平，叫和平亲切一点，真实一点。这样老板比较尊重一点啊。这个我们真的讲到投资了还没有讲到投资，我们讲到创业啊，就是说你每一个地方打工都不问薪水狡猾的就是想去偷学东西。卧底。卧底对，那你偷学了这么多东西以后，你难道那个时候就想到有一天要当老板吗？在卧底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看世界。这个世界是怎么组成的很多原来作为艺术家是完全不理解，还有作为一般的人也是很不理解。你比如说，我曾经在有一个公司里面短暂的待过，那个公司也蛮神奇。那个工作是做数据的，然后招进去一堆人，几十个人一起招进去，然后下个礼拜报到，第一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有个清单给你，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嘛，很多电话名单客户名单都是公司提供给你，所以第一天过来给你的清单是一天要打80个电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你这个找客户嘛，要给我点时间，对吧？你现在找个销售，一定说，给我3个月时间，我来找客户，我先要研究一下市场，我要怎么样。这个大概都是一般人的想法，真正懂行的人不是这样。那家公司也独特，那家公司那个老板平时不上班的，他有时候中午会过来，中午一过来以后呢，就在停车场，他喜欢这个收集各种跑车旧的车。然后中午一过来以后呢，公司里面最牛的这帮销售围着他，围着老板，老板很牛然后老板就会说，John， Peter， 最喜欢的几个人可以开我的车兜一圈。哇，好酷那老板到底老板所以那时候觉得哇，这个老板是这样他安排你做的事情总归是有道理的嘛。所以当时就觉得很多人第一天大家都找到这份工作，然后呢坚持到了下班，第二天很多人就不来了，第三天更少，因为这个都是不可思议的，一天要打80个电话。我第一天也是坚持着，第二天也是坚持着，第三天就有孤独感，还是坚持着，因为其实我不晓得这到底对还是不对。这个老板想出这么一套，这个老板这么牛逼，他总归是有点道理。所以有时候人不要太怀疑，要相信。然后呢，就坚持到了1-2个月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业绩就出来了，就会起来了。所以30-40个人进去了，最后留下来的也就是六七个人。这个老板有一套的方法，不好人走最好自己走我把你炒掉还付你这个补偿金呢，我不需要你自己走所以我后来发现，哇，这种工作的经历就是很让人思考的。现在我招销售也这样的，你准备销售你怎么干？他告诉你，给我3个月时间，你给我印个名片 ，title 给我好一点行不行？是不是有个 catalog， 有没有网站？一听就知道这种不能要。其实我有方法的，这方法拿出来一堆人，明天一看到混到下班，后天他不来了，哪来的？学来的，这都是我学的商业经验，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所以这个里面混，就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时候还没想到自己要去当老板，我还是觉得自己还是个艺术家的。艺术家永远比不过别人的，只到这儿来打酱油，卧底，了解世界的。艺术家到了商业社会，到了别的社会里边，都是低人一等的，因为你学的东西跟这个社会是不相关的，你基本是一个无知的、没有知识的人，社会也没有一个机会留给你。所以我那时候很长时间在这看看那儿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后来就变得有点有自信。我的最后一次打工，现在很多人讲创业都是为了改变世界尤其大学生，看乔布斯传记，看比尔盖茨，看孙正义，看马云，一看以后就出来要改变世界了，像发誓一样的去创业。其实我那个创业并不这样。我在最后一份打工的时候，其实是蛮有自信的，对媒体行业很熟了嘛，
就发现这个公司的老板有点问题，就怀疑老板也不对的，你这个决定不对的。那时候已经自己是个小部门经理了啊，不是一个刚刚 entry level 的这个打工。所以我们公司里面有3个不同的部门的3个小头头，经常在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聊的主要的内容都在抱怨老板不行。然后有一天呢，有人说什么这个咱们自己干，政变了，心照不宣，都到这做水，一起干。所以呢，老板是什么人呢？老板肯定是个牛人嘛。老板是一个犹太人，还是一个德国人，还是一个英国人，还是什么？老板应该是个美国人。我觉得这个老板也是蛮能干的，是个美国人，但他周围有不少人。这个老板周围有一堆 consultant。其实有个 consultant 我现在还记得叫 Dan， 他还专门表扬过我。我们有一次开会，这个居然把我的一个 project， 那个老板其实蛮聪明的，他这个管公司除了自己在管的话，他请了一堆行业里面退休的，请了大概5、6个来管不同的部门。他不是每天来上班的，这个每个礼拜来1天来2天，但他这个对你们部门的所有情况都了解，所以呢，他在开会的时候会来做一些引导，做一些结论推荐，给大家一些灵感，蛮有意思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这公司里面这老板不行，我们自己干。年轻人总归会有这种，尤其男生啊，要来比啊，要竞争啊，所以你也在这么想，我也在这么想，1次饭、2次饭、3次饭吃了以后，就开始好像每个人都到了这个 level， 所以一个人一说行，咱们就 quit， 明天自己干。所以这就是我怎么走上创业道路，并不是读了很多乔布斯的书。那时候乔布斯好像出生了，乔布斯还没回苹果呢，被炒掉了。那个中国有一个抖音，你看不知道你玩不玩？微信你可能用搞这个抖音和微信的这个老板他就是这样看书看出来的。这两个人啊，一个是张小龙，马化腾是大老板，但是微信的产品经理叫张小龙。那个字节跳动是张也姓张，对，福建人。张一鸣对。字节跳动、抖音还有什么微信，还有什么东西？今日头条。对，这样一些今日头条，他们这些人都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学习西方的感觉，他们的创业的心路跟你好像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他们在中国嘛。这个是后来的。当我进入创业的时候，可能我们这帮人把这东西，这种西方不好的东西带到中国。也可能因为现在都说这个资本是邪恶的等等，这个我们再说。我先讲我们的创业。OK。所以我的创业是比较朴素的，我觉得比较朴素，没有想到这个伟大的理想。那个时候在纽约了还是在纽约？所以你看我欧洲在纽约哪个地方啊？纽约区曼哈顿。你那就住在曼哈顿？对。我曼哈顿 downtown 比较熟嘛，Broadway SoHo 一直到这个帝国大厦这一。那说明你的收入还不错当然不错的，这不会太差的吧？这个。像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敢住曼哈顿，太贵了。那你说，我觉得上海比曼哈顿贵北京更贵那所以我们更不敢去，你要有收入你要能赚这个经济动物嘛，对吧？你要是没法赚钱，你也能活的，挖个洞也能活那想挣钱的多了，对不对？OK， 你们怎么样？这个创业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情况？钱在哪里来的？创业不一定需要钱。如果说需要钱就能创业的话，是人人都能创业。所以首先说，我要是有钱，我也会创业。你给我一笔钱，我创业，这不叫创业。这创业一定创不好。创业第一点一定是你内心的冲动，你想干这件事情。至于说怎么干，每个人有不同的干法。所以我第一次创业其实很完美的，没有投资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想到去融资自己也没太多钱，全来打工了。整点钱还准备买房子，要付这个mortgage。但是呢，我的第一次创业，我觉得是个完美创业。差不多前面的6个月时间，
基本是我们在讨论商业模式，讨论未来怎么做，讨论客户啊，今天在你的地下室，明天在我的阳台，后天在他的这个客厅啊，差不多花了6个月时间啊，搞定了第一个大客户，拿到了第一张支票，才开始去租办公室、买家具、买设备、招人。你说多完美啊！那是因为你们原来已经在这个公司奠定了基础嘛？啊，我不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他一定会有一定的阅历和经历，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有比较好的创业的团队合伙人不是一个人做的决定。那个是你创业，是你跟都一起合伙创业？我们合伙3个人。啊，3个人。对，2个美国人。对，所以呢，我们就创业。这家公司不到2年就被另外一家公司并购。所以呢，3个创始人对吧？3个创始人很开心啊，这个创造了财富嘛。所以呢，另外2个人，一个人呢喜欢周游世界，把这个什么书啊、车啊什么全卖了，周游世界了，走了，拜拜。另外一个人呢，他父母是在西雅图的，他从西雅图到纽约来的，所以呢那时候准备回到老家去跟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回了西雅图，所以跟我们大家吃个饭，派个队，然后呢拜拜，留下我。我当时就觉得，这第一次创业就这么成功了，就这么容易，这没过瘾啊！你本来想创业是这一辈子的事情多少事情要做，多少年，竟然这么快。所以呢，我就决定第2次创业。他们都不创业，有人赚了就不创业，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第2次创业。第2次创业呢，情况跟第1次创业不一样。第1次创业所有东西都没做过，第2次怎么注册公司、公司架构、招人等等都会了，对吧？你说现在说创业一定要有经验，对吧？我第2次是有经验，但第2次创业呢，就完全不像第1次那么几乎是完美的一帆风顺。因为我现在跟很多创业者在讲创业投资里边，其实很多东西是从自己的一手经验里来的。虽然那时候没有创业经验也没有掌握投资，后来怎么做，其实我第1次创业是完美的。然后第2次创业就非常不一样，因为你有了资本，你有了经验，你有了什么一切的一切，所以呢，你也不需要，所有人是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所以我第2次创业准备做全世界最大的商业数据库。那时候没有大数据这个说法的，要做一个全球的商业的数据这个数据会非常非常值钱那怎么投呢？自己投所以第2次创业开张朋友都来送香槟、送 cake 好牛啊！这个办公室也选得很好，第5大道。首先到帝国大厦去看，我不太喜欢downtown到这个 Wall Street 那边那当然那时候什么这个世贸什么那个，我还觉得 Midtown 这边会比较的适合我，餐厅乱七八糟事情比较多，比较好玩。那么华尔街只是白天上班嘛，晚上就死沉了。对啊，你像 Midtown 里面有多少不夜城嘛？对，The city never sleeps。所以首先到帝国大厦去看房子，发现有问题，因为帝国大厦这个楼盖得太老，然后有这么多游客，它的电梯太满了。你就上班也用这个地铁，游客也用这个，不是用这个电梯，游客也用这个电梯，上班也用这个电梯，基本是电梯不停的要等半天了，所以不行。所以我后来办公室就在帝国大厦斜对面，然后所有的人都是为着实现我的梦想在工作，这公司1年多2年就把所谓的第1桶金全部烧光，这第2个公司1分钱都没赚过。然后最后一天，美国也是挺好玩的它很多事情就是像流水线一样，你把一个公司关掉嘛员工全部遣散，最后一张支票给了，签个合约跟公司没关系了，对吧？然后下面的人全部走光以后，
有公司过来把你的家具、电脑、椅子全部拿走，给一张支票，一点点钱，然后整个楼、整个一层楼就空了嘛。然后那天下午曼哈顿还下着雨，窗开着，哗一阵风进来，除了地上的这个留下的这种废纸吧，全部从一边吹到了另外一边了，然后还留下一张破凳子、破椅子，然后我坐在破椅子。哇，那时候的感觉真是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有没有拍张照片？没有留照片，这个是留在我的脑海当中，永远忘不掉的。然后我几次走到这个窗口往下面看嘛，别跳啊！我几次想跳下去了。真的吗？我想到了几次啊，因为我简直不敢怎么去跟我太太说呢，没法说了。然后呢，后来就想了，下面的黄的这个 taxi 在走嘛，非常下雨，然后很多这个五颜六色的雨伞在动啊，我就想你跳下去也就只能惊动个几秒钟吧，大家会看到一个人跳下来死人了，哇！警察来了以后，车还是继续开，彩色的雨伞还是会继续动，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所以呢，没跳下去。没有跳下去以后，最后还是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最后告别了嘛，回到家里。所以我的创业，其实我一直非常感激我太太，她一直在我背后，她从来我很多话其实今天跟你讲的很多话，其实都没跟她讲过。创业里面碰到问题很多很多，你走投无路，没人讲的。所以我现在投资创业是很理解的，我就觉得你很多话是不该跟你老婆讲，跟我来讲。创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人呢，所以我回到家里面，我太太永远支持我，她永远会跟我说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不是世界末日，没事的，一切会好的。你要多少钱我再给你。所以我后来平静了一段时间，曾经也犹豫过，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干下去。后来还是觉得我得重新干，我得证明我自己行了。所以我又重新开始第3次创业。多长时间以后？1、2个月吧。我觉得我本质上是非常乐观的，尤其经过这种开除这个，人的精神承受力还是比较大。这个承受力啊，就是还是能够。我觉得你的祖籍是浙江人吗？我不太像浙江人了，我回到杭州根本不像了，我不像这种因为文人。我他的朋友是浙江人，哪里像你这样？你表面上还是很温和啊，实际上是很有一个力量的。江浙人讲老实话，就是即使表面上很厉害，实际上内心世界还是比较柔软的。譬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啊，你不是浙江人啊？我老家浙江的，你不知道啊？我是韩国人，后来移民到这个江浙地区。啊，好。你说的也蛮有道理的，像温州人对吧？他就吃苦啊，苦干啊，老板服务好啊，这种是温州人，浙商是蛮强的这种。对呀，后来慢慢就是一点点钱做起小生意，一步一步这么起来。对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中国人，尤其是佩服江浙人啊，走到哪个地方去没有文化，没有本钱。也不熟悉这个世界，就是一步一步的，一分钱一分钱挣起来。几年过去了以后，他不仅是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一个家庭，不但改变了一个家庭，把周围的社区都给改变了。对啊，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文革后的第一代中国的商人挺悲催的，因为他被挤压在这个地方，挤压在你如果放开，让他在像美国啊，像别的一些公开的市场。对吧？在这个体系里面，你有你可以读大学，你有学士，还有很多大公司，还有很多竞争，你去创业会不一样。那是被彻底挤压的，碾压的。现在的创业多艰难，你知道吗？硅谷，当今世界最牛的一个地方，最聪明的地方。这都你们媒体在说啊，什么996啊，硅谷怎么样啊，什么内卷啊等等。我觉得这个你们媒体人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坏作用，把这个世界描写成这么一个形象，对，然后去刺激另外一帮人，哇，这样的，我要打压你，我要打压你。实际上啊，硅谷真正出来创业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低的比别的地方还要低，因为它起点太高。我觉得创业里面，它失败是必然的，失败是必须的。要是你如果你知道纽约有多少人失败吗？创业，你知道这个数字吗？我不知道。
80%。那小数字95%的创业者几乎都在5年以内会消失，这没事儿的。这是大浪淘沙，因为很多人啊，他本身就不适合创业，本身就不是，这人就是应该淘汰掉的。你说我愿意创业，前几年双创一来，什么大学校长全部号召学生来创业，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是简直是开玩笑的，对吧？现在是创业好时机啊！哇，教育不能干，什么不能干？你要动脑筋，什么能干？那傻逼才会去搞教育啊，对吧？这没法弄了。创业者就是这个最聪明，他会找到机会啊。政治家找不到机会的，政治家只会看看下面，哇靠，我来打压你。但是创业者是聪明的啊，他在创造世界的。这乔布斯这种，你说这个发明一个 mouse， 还发明一个什么个人电脑，这个都不是政治家弄出来的，也不是大企业弄出来的，他一定是有一帮人，这帮人叫创业者，这一帮人是人类当中最稀罕的人。因为他们在创造真正的财富啊。你说有思想家很重要。你考达尔文啊，不会，今天我们不会这样。达尔文在今天的话，我们都是动物，因为达尔文啊，他不创造财富，我们养不活我们的，养活世界的是谁啊？创业者、创业家，对吧？创业家养活了钱以后分钱，对吧？政府要分走一半，政府要去做军队、做警察、做教育、做医院、做公共设施，政府分。所以你看，美国这个社会也是公平的，企业家就是比较可以乱来，对吧？政治家不能乱来。因为为什么这个社会上对这个企业家欢迎都要比政治家大多了？那肯定的。但是美国的政治家他也学聪明嘛。你像啊，我前几年有一次跑到曼哈顿啊，经过曼哈顿，我觉得哇，美国的创业其实条件比中国好啊。曼哈顿上面的你很少看到这个标语的，对吧？灯上面标语，这边中国是过节了，今天是7·1，明天是8·1，后天11，全部是这样的。美国不大有的。有一天我发现曼哈顿有很多旗子放的。纽约创业永远免税啊，永远免税啊，在中国是3减什么2免啊，3免2减，对吧？前3年免你税，等你赚钱我就要收啊。他这儿是你到纽约来创业，永远免税。哇，我有照片啊，我到时候翻出来给你看。我觉得我靠，其实纽约像美国是不需要政府来号召你去创业的，有会创业人就会创业的。机会都在那儿，不创业的永远不创业，没事儿的，不需要你号召的。只有他妈中国人啊，需要你号召啊，需要有榜样啊。没有号召，没有榜样，我就做猪啊，我就吃瓜啊。好，你的第3次创业，我前面讲到创业里面失败是必须的，这个里面还有科学根据。怎么科学根据呢？上个世纪的初期，好像有一个俄国科学家、心理学家研究这个人类的学习。他有个试验啊，就是把一个婴儿，刚刚出生的婴儿放在一个茶几上面，这婴儿就自由了，离开了这个妈妈的说服，哇，多自由啊，就开始爬，啪摔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婴儿他是从来不晓得什么叫边界。摔下去，吓了一跳。当然下面有地毯什么，妈妈抱起来，拍一拍，安慰一下，等一下不哭了，再放回去，他还是觉得自由好，但他到了边缘就会停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学习一定是在错误、挫折、失败当中学的。你如果不失败，你学不到东西，你只会死记硬背啊，用不上的。所以，因为我有失败的经历，所以开始了第3次。后面还有第4次、第5次，包括现在帮助别的创业者创业啊，在别人手里面。慢慢来，我们这一集讲第3次啊，还是等到下一次？你想不想？你这一次讲一点点，慢慢来。好，这一次讲一点点。第3次创业还是在曼哈顿吗？第3次创业是一个跨国的创业，牛了跨国的事情我们，因为我觉得这个第3创业的，我就非常非常考虑到底要做什么，不能随便一拍脑袋就做。第二个，它要有高度，但是不能离开现实太久、太遥远。我前面那个大数据太遥远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完呢？你从来都没算过这个台阶到底有多少，它可能需要1000个台阶，你的钱只能做200个台阶，那完不成了。再多钱也做不成，因为离开太远了。就第3次就是考虑的比较多，同时呢，也有比较成熟的合作伙伴。因为第1次创业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较年轻了，
那时候员工大部分员工年龄都比我大，挺牛逼的。你看你年龄还比我大一大截的，对吧？还有我其中还有几个销售，我曾经有过2个还是3个销售都退休了。但销售啊，他有个销售关系、销售能力就行了，他不年龄不重要，都打电话啊。所以当时就觉得第一次创业的时候自己很年轻啊，我靠，他们年龄是我1、2倍，对吧？觉得自己挺牛的啊。当然第一次做的比较顺利，后来自己年纪大起来了，成熟起来以后啊，平等。但是我第3次创业其实很难得的，我那个创业的合作伙伴是个英国人。我倒心里在想，是不是回到家乡去创业？结果你还搞了个英国人。对啊，然后他的年龄呢，他那时候创业的时候，他跟我做合作伙伴的时候，他已经70岁，是我的年龄1倍。但是，他做过3家上市公司，我其实1家都没做过，我1家比较成功的公司都没做过，啊，第一次是偶然嘛，第2次是翻船嘛，所以第3次我就比较谨慎。当时我觉得这身份很不一样，对吧？但是我第3次创业其实非常轻松的，因为这老兄啊，熟门熟路了。他找你还是你找他？这个人呢很有趣啊，这个英国人呢出生在中国，出生在上海。我呢是一个朋友介绍说，我有个英国朋友啊，他要去找他的出生证，出生在上海，那是另外一个老外介绍的，所以呢我们2个认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帮助一个朋友的朋友去找身份证，他出生在上海虹桥附近的一家医院，最后是找到了他的出生证。我忘了说3几年、2几年还是4几年出生，肯定是抗日战争之前出生在中国。他的家里呢，蛮有趣的，他祖上啊是在中国的这个皇家，我不知道他的奶奶还是外婆啊，是在皇宫里面的英文教师。你有没有他的照片啊？我没有他奶奶照片，但是我有这个人的照片。下一次节目的时候能不能带来他的照片？我照得很啊，对吧？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他还有很有趣的。我有一次去英国，去他家里面，对吧？他家里面留下来的都他奶 grandmother 可能是外婆，也可能是奶奶，对吧？画的画，在中国画的画都是花鸟画嘛，工笔都是工笔的花鸟啊什么。他家里面这个一个别墅有3层楼吧，家里面挂的全是他这个他这 grandmother 画的画。好玩的是啊，这个挂大部分是颠倒的或者左右，因为他旁边写的中文字啊，这个老外不认识，我那个合作伙伴他不认识中文的，看看这个鸟，看看这个花，这样比较好看，就是挂上去。然后我在他家里第2天就把他所有的画给挂正了。他的 grandmother 写的也是中文的，这个什么花什么年间签的名都是中文，但家里面画，他家里可能也后来没有太多这个中国人去啊，所以画都自己挂的，全部是正反这么瞎挂的。然后我第2天早上把他所有大概有几十张画，整个3层楼里面全是这个画，全部给挂正。然后他还跟我争了，他说这个画在这里面这个角度已经挂了20年、30年了。我说你看，犯错误也可以犯这么长时间。因为你们关系好，所以也可以随意跟他讲。对啊，他的故事蛮好玩的。他们家里面就是上海原来人民公园不是有跑马场嘛？跑马场就是他们家里面这个可能跟别的喜欢养马的这帮人弄的。然后抗日战争后来开始以后，日本人占领上海，然后这帮养马场他们把马顺着长江运到了武汉继续经营。后来过了几年以后，日本人包围武汉嘛，包围武汉以后，他们后来把马全部给杀了，杀了以后马肉去慰问前线的将士。然后后来武汉也被攻陷了，攻陷以后他们就去香港，在香港后来也去做这个跑马场。我那个合作伙伴，他们家里现在也是养马的，他们马是在英国，马是赌的嘛，然后家里面养的很好的马去参加各种比赛嘛，这里面大概有不少收入，家里面很多马，是他们家里的传统。所以这个人那时候是，我都忘了谁介绍，什么商会啊，什么人介绍说他要去上海找他的出生证，我们俩认识。
后来花了好几天时间帮他找到了身份证以后，出生证是你找到的？他当时有一些线索，有些照片在虹桥，所以我后来在上海也是找了虹桥的那边的一些政府，然后他们也是帮着找，就在虹桥的一个医院里面找到了他当年的他的出生证，等于是你帮助了这个事情。对，然后过程当中了解嘛，聊了，哎，发现这个人很奇特，出生在中国的一个老头，对吧？然后呢，做什么？哇，3家上市公司，那香港、中国熟的。他会讲中文吗？不会讲，最多就说你好啊这种最简单。他家里很多中国的什么瓷器啊，都是祖上留下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具啊，什么红木家具啊、雕花家具有不少，但是这个人自己是不会中文。好啊，我们现在留下一个悬念：第3次创业有没有成功？第3次创业是跨国啊，现在我们知道了，是跨到了英国，对，到了你的曾经读书的地方。这个很巧，对啊，对，后来也还分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去了，跨国公司。对，下面的故事怎么样？请听下回分解，是不是？媒体人对吧？还要保持这种金庸长期写一篇一篇让你。对，好，谢谢我们的查理先生啊！哎，这是画是这什么？这是我的展览摄影展览。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在上海的喜马拉雅美术馆。这是我的摄影作品了。有一些作品你已经都没有介绍过啊。作品多了，50万张照片了。对，以后下次我们讲的时候，让我们观众看看你的摄影作品，放在后面作为背景在滚动多一点这样的照片，好吗？好，谢谢查理先生谢谢我们的编导，谢谢我们的观众，再见。谢谢何先生，再见。谢谢。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苹果博客。